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西南部，有一个叫昭苏的县城。在县城以东5公里处，一片草原连绵不绝，当地人称之为小红纳海草原。草原深处，10几尊1、2米多高，由花岗岩雕刻而成的人像默默伫立着。这些石人，有的面部线条至今保持清晰，鼻眼突出；有的头戴帽子，身后披着长长的发辫；有的双手抱至胸前，右手抬起，手持酒杯。人们以这片草原的名字命名他们——小红纳海石人。不仅仅在小红纳海，在新疆，北到阿尔泰山，西到伊犁河谷，东至天山东部峡谷草原、戈壁荒滩上，耸立着几百尊岩石雕刻而成的人像。他们的脸一律面向东方，就像苍茫大地上的一个个路标，指向一个神秘的宝藏。即便穿越千百年岁月的沧桑，依然能让人们感受到他们凌厉凝重的气息。他们从何而来？他们代表了谁？他们究竟存在了多久？上个世纪50年代，在初步研究了新发现的几尊石人后，中国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指着其中的一个石人说：“他就是突厥人。”瞬间，一个曾经雄霸伊犁草原的马背部落凸显了出来。突厥是继匈奴之后又一个惊动了整个欧亚大陆的草原新霸主。早在汉武帝时期，汉帝国已逐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北方草原的匈奴人势力逐渐瓦解，同时许多胡人迁到了内地居住。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出现了各民族的大融合，尤其是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融合的速度。这个时候，突厥人开始出现在今天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中，并且逐步发展起来。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寄居在北凉名下的突厥投奔了当时另外一个强大的部族柔然，为柔然打造以铁器为主的兵器。又经历了100多年，公元552年，突厥人在首领土门的带领下消灭了柔然，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突厥汗国。土门自称伊利可汗。占领了柔然领地的突厥势力范围不断扩张，东至大兴安岭，西抵咸海，北越贝加尔湖，南接阿姆河南。突厥采取了大小可汗采邑分国制，成
成为中原王朝在北疆地区面临的最大隐患。突厥把建都之地称作大牙，他们和以往的匈奴以及后来的蒙古人一样，只是结帐而居。突厥汗国的牙帐设在鄂尔浑河上游的于都金山，也就是今天蒙古国的杭爱山。这里是伊犁州的尼勒克县。铁匠的炉子刚刚生上火，就有牧民前来钉马掌。为马重新钉掌之前，两个人先把马的4条腿捆绑起来，以防马踢人，然后，这才开始在马蹄上钉上马蹄铁。马蹄铁和马鞍、马镫一样，都是为了人们更方便地控制马匹所使用的辅助器具。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双马镫实物，是现存于辽宁省博物馆的一副鎏金木心铜马镫，距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这种被西方马文化研究界称为“中国鞋”的重要马具，是古代游牧民族对世界的一项伟大贡献。与辽宁出土的木心包铜皮马镫实物相比，这件出土于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的约公元6世纪之后的铜制马镫，在材质和技术制作方面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马镫使得骑兵的双脚有了更加强劲的支撑支点，使骑兵利用马匹的速度进行正面冲击成为可能。同时，骑兵解放出来的双手可以在飞驰的战马上射箭、用刀等兵器格斗，从而提高战斗的杀伤力。牢固的马具以及战术让突厥骑兵部队来去如风，就连后来威震中北亚的唐朝人也曾经对他们敬畏3分。值得一提的是，马镫传入欧洲后，使中世纪的欧洲迅速进入了骑士。英国博士李约瑟一句话揭示出马镫对欧洲历史的神奇作用，就像火药在最后阶段帮助摧毁了欧洲封建制度一样，中国的马镫在最初阶段帮。很少有发明像马镫那样简单，却发挥出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作为草原的新霸主，突厥人夺过匈奴人的接力棒，建立政权，自然条件优越的伊犁河流域成为他们展现无限活力的辽阔空间。他们先后在这里建立了军事和生活据点。《北史突厥传》记载，突厥骑兵在战斗中每杀死一个敌人，死后就在墓前立一尊石人，有杀人成百上千的，死后墓前便有成百上千的石头。所以，一个突厥战士一生值得夸耀的功绩，都将在他死后的墓前呈现。这就是中国史书上记载的杀人石。不过，专家们认为，
现在遗留伊犁草原上的石人，更有可能是给武士自身的雕像。他们一手握剑，仿佛随时准备拔剑而起；另一只手握的悲壮物，可能就是传说中用敌人头颅制成的酒杯。突厥人在草原扩张的过程中，与原本生活在那里的其他部族不停地发生着战争和融合。在冷兵器时代，弯刀猎马就是生存的保障，这也形成了突厥人好战尚武的习俗。然而，就在突厥人骏马轻骑、肆意奔驰草原的时候，世界版图上另一个重要的帝国唐也开始萌发兴起。历史注定了他们将汇聚到一起。公元581年，隋朝一建立，就改变了过去政权向突厥纳贡的习惯，并修筑长城，完成南北统一，开始利用军事与政治手段反击突厥。在隋朝建国37年的历史中，隋朝与突厥之间发生过6次重大战役。在公元583年的一次战役中，隋朝大获全胜，突厥汗国内乱。2年后，东突厥归附隋朝，西突厥则凭借强盛的军事力量，一直在西域称雄，以控制丝绸之路。西突厥最强盛时期，其势力范围西到咸海诸国。公元617年，李渊借助东突厥的军事援助，在山西晋阳起事灭隋，建立了唐朝。但是，从公元621年起，东突厥就对唐朝连年用兵，侵扰今天的山西、河北、陕西、甘肃等地，扰得民不聊生。突厥人的威胁和超略几乎一直没有给唐王朝喘息的机会。但是，在一次次与东突厥的交战中，唐朝不仅没有被打散，反而在数次会战中越战越勇，国力日渐强大了起来。公元630年，唐朝北伐成功，打破突厥，结束了东突厥汗国的历史。继而又4次征战西突厥汗国，并设立安西大都护府，管理西域的军政事务。突厥这个在数次衰亡与复兴中挣扎的草原部族，在和唐帝国以及西域其他诸国的征战中，一部分突厥人内迁融入到中原民族当中，一部分像他们遥远的先祖那样继续向西发展。在漫长的丝绸之路上，突厥人不断和当地土著居民融合，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现代民族。
作为一个古代民族，突厥已经消失。风吹过草原，掩盖了一切刀光剑影，只留下数不清的石人守护着突厥王者的墓地。但是，关于草原石人的话题远没有结束。尽管大多数石人只是雕刻了形状，没有留下可以辨识主人和时间的信息，但是在小红纳海草原发现的一尊石人身上，人们发现了一些类似于文字的符号，不由得让人们的情绪为之一振。然而遗憾的是，小红纳海石人发现多年，没有人能够认识那些符号。直到1997年，2位日本学者经过考察和研究后，正式发表论文，指出这些符号是曾经流行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文字。粟特文是生活在中古时期的中亚民族粟特人发明的文字。在中原王朝通往地中海的漫长商道上，粟特人自古就以善于经商而闻名世界。后来，突厥人借用粟特文字拼写了自己的语言。在石人身上模糊不清的文字中，具有决定性说明意义的铭文是第6行，翻译成汉文是：木杆可汗之孙，像神一样的尼利可汗。铭文的第3行到第4行则提出持有王国21年。史书记载，木杆可汗以及他的孙子尼利可汗都是突厥汗国时期的君主。果然，这尊小红纳海石人确实属于突厥人，而且与尼利可汗大有关系。那么，铭文中提到的木杆可汗和尼利可汗又是怎样的突厥汗王呢？突厥可汗的石人又为什么会立在伊犁河谷的昭苏草原上呢？根据历史记载，木杆可汗执政的年代在公元553年到572年之间，正是中原的南北朝时期。在他执政时期，突厥汗国分裂为东西2部。他将西突厥的势力范围一直拓展到里海。木杆可汗凭借卓越的功勋，成为西突厥的第1代领袖。西突厥的第3任可汗，便是小红纳海石人文字提到的尼利可汗。在西突厥前2任可汗开疆拓土的基础上，到尼利可汗统治时期，西突厥已经拥有很大的疆域，但伊犁河谷仍然是其中一个重要地理要塞。昭苏很可能就是西突厥设立牙帐或者重要据点的地方。昭
昭苏县隶属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河横贯全境。由于这里冬长无夏，春秋相连，被誉为新疆有名的避暑胜地。从昭苏县翻越天山，山间有条小道叫夏特古道，是沟通天山南北的要道之一。同时，又是从中原王朝由南向北进入伊犁草原的必经之地。据记载，尼利可汗娶了汉人为夫人，因此他很有可能选择与中原王朝最方便沟通来往的地理位置昭苏作为主要居住地，或许死后也埋葬在此。如果石人雕像所在地就是尼利可汗陵墓的推测成立，那么小红那海石人的意义就非同一般了。这种价值不仅仅在于这尊罕见的石人自身，还在于这里可能是中国国内发现的唯一一处西突厥汗王的陵墓。公元603年，在一次与铁勒部的冲突中，尼利可汗兵败而死。有记载说，尼利可汗于公元587年到603年在位，算起来在位16年。这和石人铭文所记载的持有王国21年的时间有出入，这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不过，在他之后的第5代和第6代可汗，经过不断努力，使得西突厥汗国出现了盛世，确实达到了像神一样的丰功伟绩。突厥国境也不断扩大，一度拥有上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将牙帐向西迁到碎叶附近的千泉，即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成为西域翘楚。就是这样一个富庶的庞大的帝国，进一步完成了促进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使命。据唐人惠利彦从所著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记载，玄奘法师去天竺取经时，路过西突厥，受到西突厥第6位可汗统叶护的接见，见证了丝绸之路给西突厥带来的繁荣景象。统叶护可汗在大帐里接见了玄奘，帐篷装饰着金色的花朵，光芒灼目。在他面前，群臣端坐在席子上，穿着刺绣的丝绸，排成长长的2列。他背后则是全副武装的士兵。片刻后，宴席开始了。玄奘面前是特制的斋食，有葡萄汁儿、米糕、奶、糖、蜜和葡萄干儿，而其他人则端着煮熟的牛羊肉，狼吞虎咽。为了照顾玄奘行程，统叶护可汗特别在军中挑选了既通晓汉语又能说西域各国胡语的近身侍卫，陪同玄奘到天竺取经。他还写了很多封介绍信给各国官员，要求照顾玄奘。可见，统叶护可汗对唐朝和对玄奘法师都相当重视，也说明佛教在突厥中的影响。在统叶护可汗时期，由于地理广阔，
西突厥采取了代理人制度来管理领地，同时西突厥汗国也使用了和亲外交，从贵族到普通百姓都和其他民族通婚，增加了民族间的融合。除了战争和游牧，突厥人还与中原互市绢马贸易，用突厥马换取中原丝绸等奢侈品。到了唐玄宗时期，唐朝与突厥的绢马贸易中，一年3000到4000匹马数为最佳，但实际交易额曾达14000匹马，则需花费绢帛50万匹。这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唐王朝正常的承受能力，给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压力。根据当时的自然条件和生产能力，纺织品生产的总量是有限的，其造价和成本也远远高于茶叶。与之相比，茶叶的生产潜力比较大。以茶一马较以铜钱、帛及其他物资一马更为合算。于是，中原王朝从商贸的经济效益考虑，改为茶马互易比较合适。于是，茶马互市贸易便历代相传，绵延不绝。突厥早就对商业高度重视，其贸易伙伴东南与中原、西与波斯乃至东罗马都有密切往来。但突厥人自己并不从事商业，主要利用属下的粟特人进行经营。西突厥属部中有许多精于手工业的部落，他们的手工艺品不但比匈奴柔然地胜过许多，也超越了东突厥的水准。其中金银、玛瑙器具、珠宝头饰、玻璃工艺等也巧夺天工。1997年10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4师在昭苏垦区修路挖掘时，在深入地下3.5米的地方，挖出了一个金光灿烂的千年墓穴。墓穴刚刚开启之时受到了哄抢，在警方介入调查和收缴文物工作后，还是损失了一批珍贵的文物。文物出土之初，因附近有一个叫做波马的边防站，所以墓地被定名为波马古墓。波马墓地被追回的文物现藏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这个编号为波马古墓1号文物的是一副镶嵌有红宝石的黄金面具。按照西亚地区相近的考古发现类比，这应该是盖在死者脸上的，但是它的主人的情况已经无从知道。黄金面具是由一整张纯金制成，大小和真人的脸孔相当，五官的位置比例非常准确。引人关注的是，面具的眼珠是由2颗圆形大红宝石镶嵌而成。满脸的络腮胡子，则是由37颗心形红宝石整齐排列组成。面具从中线分为左右2半。在制作工艺方面，技术尤为精致细腻，
几乎采用了古代金银器制作中的一切工艺手段。在古代，相比中国人而言，西方人更喜欢用黄金制作面具。公元前14世纪，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死后，脸上也放着一个黄金面具，上面嵌有宝石和彩色玻璃。在全国出土的为数不多的黄金面具中，波马墓地的这个黄金面具应该是最奢华的一个。专家们认为它可能是西突厥人的遗物，时间大概在公元6到7世纪。同出一墓的还有镶嵌着红玛瑙的金杯，虽然金杯的器身因受挤压而变形，但依然保持了非凡的品质。尤其特别的是，金杯的把手是一只腰身细长的老虎造型，竟然与东罗马帝国银器流行的虎豹造型手柄极其相似，这不由让人们对突厥与西方的艺术交流产生了遐想。在希腊神话中，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坐骑就是虎或者豹，因此，在希腊和罗马有关酒神的艺术作品中，虎豹成了不可缺少的角色，并且常常被塑造成趴在酒坛旁边啜饮的样子。波马墓地出土的虎柄金杯，令人联想到罗马艺术传统的源远流长。西突厥兴起后，与继承罗马文化的拜占庭帝国之间有着密切的使节往来。西突厥西征时曾经打到欧洲东部，拜占庭的银器有可能作为外交礼物或战利品被带回西突厥汗国，而突厥工匠很可能已经有能力仿制拜占庭银器的部件，进而应用到本民族的器物中。另外，在器物上镶红宝石是典型的草原民族的工艺，这一工艺曾流行于欧亚大陆北部游牧民族的活动地区。在波马墓地出土的金银器上，几乎都镶嵌了红宝石，而且以金器为主，也恰好反映出突厥人崇尚黄金的传统。中国最早输入西方的金银器在北魏，这一时期的金银器带有明显的西亚、中亚风格，包括东罗马帝国时期风格、波斯萨珊王朝风格等。在这个交流过程中，突厥人融合了东西方文化，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艺术。常设国际阿尔泰学会秘书长丹尼斯·塞诺博士曾这样评价突厥帝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突厥帝国将拜占庭、伊朗、印度和中国这4大文明联系起来。这个民族不单单是东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交流的载体，而且将不同文明的因素融汇，再染上突厥文化的色彩。这种影响也许不是那么持久，不过正是通过突厥人，外来文明更深入地渗透到了欧亚内陆。从波马墓地出土的文物，还有黄金宝剑、黄金铠甲、黄金耳环、黄金杯等，金光熠熠，精美灿烂。这彻底改变了
人们对草原游牧民族日常生活的粗陋认识。原来草原文明也曾经是这样的奢华。部分专家认为，波马墓地就是西突厥可汗或贵族的墓葬。但是，也有学者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波马墓地很可能是伊犁草原上更早的游牧民族的墓地。塞人、月支人、乌孙人、匈奴人、突厥人等众多民族，他们都先后活跃在公元3到7世纪的伊犁草原上。波马墓地究竟属于哪个民族呢？尽管目前还没有下最终的结论，但是波马墓地的发现再次说明，伊犁河流域的昭苏草原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重要衔接部分。就是在这样一个富裕的浪漫的草原，孕育了河壁东西而又金光璀璨的草原文明。如此看来，无论是波马墓地还是草原石人，都与突厥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实际上，草原石人的分布范围还不仅仅局限在新疆，东起蒙古高原，南至西伯利亚，西至黑海沿岸草原，整个亚欧大陆草原地带都有他们的身影。仅仅新疆境内来说，目前已经发现了200多尊石人，主要分布于阿尔泰山、天山、准噶尔西部山地的10个地州市境内。各个地区发现的石人造型也不尽相同，雕像有男有女，雕刻手法有平雕有圆雕，有的雕刻全身，有的半身像，有的仅仅是头部像。但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竖立在石堆墓或者石棺木附近，而且都面向日出的东方。从19世纪末到上世纪，这些草原石人是突厥人的说法占据主导地位，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体貌特征、站立方向、服装配饰以及附近出土文物符合突厥人的生活习俗特点。但后来，专家们认为突厥说的理论外延需要进一步修正和扩大，因为事实上，有些石人所属的年代甚至比突厥石人早1000多年。早在突厥汗国出现之前，伊犁草原上还存在过高车、丁零、铁勒等其他游牧部落。这些部落的历史都可以追溯至先秦、两汉、魏晋时期。石人也很可能是他们留下的。尽管伊犁草原上的民族经历了上千年的变迁，但关于石人文化的共同选择，如同一颗文明的火种，被各个民族一路传递了下来。历史发展到了一定时期，就呈现出了一定的规律。一旦遇到决策者无法顺应当时政治经济发展趋势的时候，他所引领的整个王朝就会走进死胡同。
遗址已经在多次战乱中被毁，荡然无存。当地政府在遗址上建起了一座宫岳城民俗风情园，供游人欣赏。宫岳一词见诸于唐朝的史书中，据说，宫岳最早是指一个叫宫岳的部落，由他们聚集并修建的这座城市，就叫做宫岳城。宫岳城同西突厥的兴亡紧密相连，历史上，它曾经是西突厥汗国的一个陪都。公元657年，唐军大战宫岳城，打败西突厥10万精兵。西突厥首领阿史那赫鲁见此状况，仓皇而逃。唐朝65岁的大将苏定方乘胜追击，将他们彻底歼灭。赫鲁被擒以后，曾忏悔说：“过去太宗皇帝待我很好，我却背叛了他。我愿在太宗昭陵受死，以谢罪于先帝。”唐高宗听说以后，产生了怜悯之心，免其一死。西突厥汗国灭亡后，唐朝设立了2个都护府及若干都督府，整个西域地区的文化和民族进入了大交流和融合时期，唐帝国也走向了它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巅峰。纵观整个历史，在草原文明和中原文明的长期交汇当中，虽然2种不同文化千差万别，一个喜静，另一个好动，一个固守家园，一个以迁徙为本性。然而千转百回，2种文明互相刺激与进步，互相转化与共荣。骑马民族以天下为家，他们的马鞭所向就是最现实的家园，因此他们会在一夜间拥有无限辽阔的疆土，也会在疏忽间失去一切，包括这个民族本身。山在那里，河水依旧流淌，茫茫草原，时人沉默，是结束的地方，也是新的开始。当突厥人的身影渐渐淹没于草丛，另一队人马又即将到来，接替他们成为伊犁草原新的主人。